嗨，大家好！真没想到啊，40度的高温，突然就来到了广州啊。前段时间一直因为骑行啊，比较关注天气，也听到了北方的一些地区啊，连续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并且呢，专门也发表了一些议论啊。我们身处这个变革的时代，同时呢，也是身处于自然环境、天气发生深刻变化的这么一个时期。人类啊，几千年的发展，完全都是依赖于人类得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啊，因为太阳，因为土地，因为四季的变化，使得我们的地里呢能够长出我们人类赖以为生的庄稼，使得我们拥有了解决温饱的粮食。同时呢，人类为了自己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为了一个对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在孜孜不倦，希望通过改变环境，让养育我们的大地呢，能够有更多的产出。所以呢，在漫长的人类的文明史上，人类呢通过集体的合作，通过更高效率的管理体系的建设，长期以来呢与天斗，通过呢疏通河流，建立灌溉的水渠，通过为土地呢施肥、田间管理，希望呢让土地呢变得更加的肥沃。同时呢，也在不断的改良种植物的筛选、培育良种。如此种种呢，无非就是希望让我们有限的田地能够有更高的产出，来满足我们日益增长的人口，以及呢人类的越来越高端的社会的行为。除了与天斗、与地斗以外呢，人类还发展出了与人斗，并且在与人斗的这样一个从没有停息的斗争当中呢，产生了社会，产生了阶级，产生了统治者，产生了官僚的体系，产生了帝王将相和与之相对的更多的平民百姓。所以人类的历史呢，不外乎改天换地的改变自然、改造自然的这么一部奋斗史，同时呢，又是一部社会变革的人跟人之间通过不断的争斗，不断的形成一次又一次的社会的变革，以达成不断的社会的平衡，来谋求社会的发展、利益的再分配。所以人类历史无非就是改变环境与自然的斗争史，和人跟人之间呢，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斗争，达成利益的平衡，又为了新的利益、更高的目标，再次打破平衡，通过战争、商业竞争等等的一切的手段，逐渐演进的人和人斗的一部社会史。人类呢就是这样，从原始的状态啊，感恩于自然的馈赠，到逐渐呢不满足于仅仅解决温饱，然后呢就开始了向自然更多的索取，并且呢通过人类自身的社会体系的建设，形成一种集团性的更加高效的这种效率，来改造自然，逐渐的加快了开发自然的速度，使得人类呢在能够获得更多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快速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且在人类的文明诞生了这么几千年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呢，
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产生了高科技，同时呢，也使得人类这个社会的体系形成了一种新的形态，并且在有意无意之中呢，就产生了阶层、阶级的固化，使得财富呢进行了重新的分配，渐渐的产生了一个平时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社会的定律，那就是28定律，使得少部分的人呢，不仅拥有大部分的财富，并且呢，成为一个引领人类文明变革的群体。通过他们建立起来的一种体系，使得地球上的大部分人呢，都归于这个体系之下，随之起舞，统一行动，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呢，开发和改变的环境。我想啊，正是有人类的这种天然的勤奋，对美好生活的不断的追求，或者说呢，就是基因里面的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使得人类呢能够放下歧见，能够求同存异，在适度的克制自己的欲望的同时呢，形成一种社会的连接，进而呢有了社会的分工，甚至呢甘愿成为其他人的附庸，情愿或者不情愿地服从自己所处的一个社会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安排。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呢，就跟我们有一些生物学家研究过的这些蚂蚁的社会形态非常的类似。也许所谓的文明，就是为了利益牺牲大部分人或者物种的利益，而为了达成大家内心都追求，但是呢未必大家都可以得到分享的这样的追求，进而呢产生无与伦比的力量，改变着和改造自然。所以呢，愚公移山这样的童话一直在现实社会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成为现实。正是人的这种与天斗，同时又与人斗，为了利益不断的追求，确确实实呢，也使得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啊，不仅呢经历了改天换地，同时呢也在不断的改朝换代，然后呢就不断的让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的自然的资源呢频频告急，不敷人类的使用。同时呢，也在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呢，不断产生新的冲突，甚至呢会爆发可怕的战争。就在这样的周时往复之中啊，我们的人类呢就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或者是自认为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的高度，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的同时，在享受从未有过的美好生活的同时呢，人类呢也为自己埋下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感知到的这种潜在的危险的爆发的可能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下的这种自然环境变化造成的天气的异常，或者是几十年不遇的这种高温天气的出现，或者是在某个时段本应温暖如春的区域呢，出现了这种严寒天气等等，那我相信呢，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某种警示，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索取无度的一种报复。我相信呢，人类一定会有某些有识之士，他也希望能够去改变，或者呢推迟这种更大的自然灾害的发生，并且呢也在想方设法的找出对策来做一些预防。
但从另外一面来讲呢，人类自身的这种追求更好生活的这种基因，对于利益的那种极度的追求，是不会放弃，或者说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可以发展的机会。所以呢，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优化环境和利用高科技带来的更大的生产力，来更大的开发地球的资源之间呢，很难达成一种完全的平衡。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类的个体，我们也就只能是秉持自身的理念，静观其变，只能寄予美好的希望，希望我们这个地球呢，不至于因为人类的贪婪，最后呢完全失控。希望我们人类自身呢，不仅是活在当下，不仅是让我们这一代人呢享受当代的美好生活，同时呢，也要福泽子孙，让我们的后代能够有资源可用，能够让我们的人类的发展呢以至永远。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广州即将要来临的70年不遇的高温天气连续20几天的这种接近40度或者超过40度这种天气，因为在历史上70年之内从未有过面对这个70年未遇之大变局，作为人类的一员，其渺小程度呢，也就是相当于一支蚂蚁军团当中的一员。但是呢，每一个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生物，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一支蚂蚁军团中随时愿意奉献自己生命的那只蚂蚁。这我相信是人类和其他生物，是人类社会和其他生物种群最大的区别所在。当人类面对巨大危机的时候，当人类实在不堪重负的时候，人类呢就会用反抗来回应这个社会，同时呢也会尽可能的来行使民主的手段，来表达自我的主张，并且呢一旦在条件成熟的情况底下，就会形成一种改变社会的力量，或者呢因为自然资源消耗过度造成民不聊生，就有可能呢通过更为激烈的手段，比方说通过战争，最后造成的是一种战后的反思，反而呢能够让人类痛定思痛，想出一种更自然资源能够和平相处的生存或者发展的模式。同时呢，人类的社会形态也会随之改变，最后呢能够推举出更符合大家心愿的，能够带领大家和平发展的新一代的领导者，带领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的周期。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高温天气如何自处？还是那句话，活在当下，不与天斗，更不与人斗，放下一些个人的欲望，哪怕是对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种追求，回归现实。天气太热，我们就挑时段出来骑行。平时外出呢，多一些开车出行，在家里呢常开空调，以度过这一段炎热的天气。同时呢，也是需要面向未来，四季循环往复，清凉的天气呢，一定随着时节的推移还会重来。所以呢，也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只要与环境共存，知道什么叫不可抗，
不与这些不可抗力争锋，相信还是可以通过自身的调节来度过这段酷暑的天气，基本解决自己的生存生活的问题，等待下一个凉爽的天气，在更合适的时候呢，更多的出行。今天呢，在村内趁着早上啊，在骑行中呢，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骑行呢，就到此结束，再见，拜拜。